我用冷漠伪装自己的叛逆，我扯掉标签抗拒定型。我们用自己的价值观创造梦境。我们梦游，我们相遇，我们相互拯救。我们是陪你闯荡复杂世界的梦游小姐姐。OK， 嗨，大家好，我是米尔。嗨，我是乔。欢迎来到梦游小姐行走中，这里是30世代的自在角落。我们透过多元的观点，陪你一起探索自我，体验人生。嗨，好久不见吗？你说我吗？还是观众？还是谁啊？因为我们录音隔一阵子了，但观众没有感觉，我知道。对，我们有一些库存，所以就有点久没录啊，好久不见了，各位。我们今天聊什么呢？我们今天聊一个Netflix 上面的一个电影。没错，那先警示大家一下，这集会有剧透，所以如果想看这部电影的，可以立刻左转出去，拜拜。那你要说的是哪一部电影？好，那部电影叫做《生命清单》The Life List。我后来发现它是一个小说改编的，就是非常畅销的小说改编的。我好像知道，但是我忘记了。但是反正总而言之，这部电影在讲的就是有个女主角，她跟她妈妈感情极好，但是过世的时候，她妈妈竟然没有留下任何一个财产，就留下一个清单给她，就是一个生命清单。所以她当下就是天崩地裂。对，她就想说 what the 她想说，而且她跟她妈感情很好，对，他们是可以抱在一起 cuddle 在一个床上，然后一直聊心事的那种。对，所以她就突然觉得，为什么妈妈这样对我，好狠哦！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对，然后重点是她妈妈留下的清单还不是妈妈写的清单哦，是她在13岁的时候，她亲自写的一个愿望，人生愿望的清单。就是很可爱的字体，就是丑丑的字体。对啊，然后愿望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可爱的成分，但是她当时的愿望是她最纯真、最想成为的自己的样子。没错，就有些事其实是很简单，不是一个什么高大上，对，什么我一定要当什么什么什么的经理这种，它有些就是很小。你们举例几个？我已经忘记了，它有几个好像是什么在月光下面一起露营，或者是去刺青，然后学开车这种，好可爱哦。对，就是很可爱的那一种。对，然后总而言之，他拿到这份清单，然后就展开了他人生一系列的冒险。好，但我们今天没有要讨论太多剧情，我们只是要抛砖引玉一下，就是有些东西我们觉得好像蛮值得讨论的。对，那为什么我们会想讨论这个电影呢？是因为它里面有其中为什么妈妈给他这份清单有个原因，是因为他发现他觉得他的女儿好像在一个很安稳的道路，可是他觉得那不是他女儿想要的道路。他女儿就是女主角叫做Alex， 我完全没有忘记她名字。对，女主角叫做 Alex， 然后 Alex 她是个曾经想要当老师的一个老师，对，她其实是老师啊，但后来她没有做老师，但这个就不知道。对，总而言之，她人生走上了一个好像都很安稳，就是有一个交往的男友，然后有一个很稳定的工作，然后也没有去做什么太出格的事情，就是很稳稳的度过。然后她妈觉得她好像眼里没有光，或是他的生命没有光的感觉，有点像是因为他妈其实有个企业啦，就是虽然说不是女主角她会走的那条路线，但她可能想说，妈妈有公司，那我就去那边赚钱就好了。她就是没有什么很崇高的愿望嘛，就没有热血沸腾，但可以做。对，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2个议题。第一个议题是你觉得你现在在对的道路上吗？这是你想要走的路吗？第二个议题是你觉得真爱存在吗？那个是什么？因为在这个电影里面有谈到这2个议题，这2个议题我们特别抽出来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其实我觉得这2个议题，第一个我觉得蛮沉重，有点沉重，但我觉得第二个议题还蛮有趣的。真的吗？那你觉得我们要先从沉重的开始，还是有趣的开始？好像可以先从有趣的。真的吗？好，那我们就来聊聊真爱这件事情。好，来真爱，好，先来讲一下，你觉得真爱是什么？哇，其实我那天有先跟你就是访纲的时候有跟你蕊一下，对，然后我就是说我觉得没有。对，我就想说，大家如果有看我们有一集结婚那一集，我就记得明明乔就跟我讲说真爱什么存在之类的。后来那天我们2个开会结束之后，那我就跟我男友聊到这一题，然后他就明明已经超级无敌想睡，我就说，你觉得有真爱吗？然后他已经觉得很烦，然后我们就开始一个那个讨论，就是很激烈的讨论。后来我觉得，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共识。等一下他是站在哪一方？他其实原本是偏浪漫派。对，
对，我就想他应该会觉得有吧，但是我就一直挑战他，然后他就觉得对耶，那可能是什么？好，那你们结论是什么？就是你现在目前的结论是什么？好，因为我觉得当初我说没有真爱的点，是因为我觉得好多电影或者是小时候的童话故事都是那种白富美或者是有点蠢蠢的那种女生，然后就有一个男主角就出现在他生命中，然后就拯救他一切。我就觉得什么叫做寻找真爱？我不觉得这样就是叫找到真爱。对，然后我们那天讨论出来的点是，没有一个东西，就是不是一个路上的人，就是愿意跟你约会，或者是愿意融入你的生命中，然后就他没有参入你的生活太多，然后就叫做寻找到真爱。我们讨论出来的点是要这个人愿意跟你一起成长，或者是陪你经历过一些什么东西，可能是你人生比较低潮或者是混沌的时刻，但是这个人愿意跟你一起前进，然后一起陪伴你，然后那个才叫真爱。所以你觉得是要有过程，最后才会变成真爱，没有说一开始就是真爱对的人这种。对，我觉得好像电影都很常会有一种真命天子，然后你一定要找到 the one。我想说，真的有这种东西吗？我之前去算命啊，然后那个算命师会跟我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有趣，就可以深思，就是他说。他觉得一个人一生中会有很多个正缘对，就是正缘的定义就变得不像是你直奔结婚在一起 forever and ever 叫做正缘，是他给你一段很真切的感情，然后彼此真心付出，最后他留下了什么，但他离开了，这也是正缘。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你有选择，并不是说，你今天错过了，假如说大家想象中的真命天子，然后就我就是要去世界的另外一头找他，我觉得不是这种事情，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是比较像你说的那个点，就是你其实生命中有很多都是可能有缘分的人，只是你们要不要一起去经营，然后一起走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你是这个想法吗？还是不是？其实我不太确定你的意思跟我一样。我的意思是不是说走入人生下一个阶段才叫正缘？就是他只要陪伴你度过一段时间，那也是正缘啊。对对对，我觉得我好像会用另外一个词叫做当下是对的人当下是对的人，有可能，因为那时候我也是跟我男友在讨论说。那真命天子或者是真爱这种东西，就是一辈子就是只会有一个嘛？就是我说的是不是同时间是假如说我这辈子跟别人在一起，然后又分手，或者是我结婚然后又离婚，那这些人都陪我走过了一段路，那这些人都是讲说正缘或是真爱吗？你会怎么样去定义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这段让你有快乐，然后有成长的话，那这是正缘。可是那一段只带给你痛苦跟消耗你的心智的话，那就是孽缘。我同意了，这个我同意。对啊，所以我觉得不是陪你一段时间，那个就叫正缘，没有，有时候陪你一段时间，他是在你人生的恶魔，他就是来糟蹋你的。我觉得是或者是你上辈子欠他 I don't know， 就只能这样想比较舒服。对，不小心有点怒火，就是我觉得真的太难掌握另外一个人有没有办法陪你走多长的路。就是你们可能当下是有共识的，但可能你们生完小孩之后，然后两个人的兴趣或者是想法都完全不一样，你们没办法再继续走下去的时候，那他就不是你对的人了。但是你们过去在那个当下是对的人，我的想法是这样。我觉得好像也认同，对，所以你还是觉得有真爱只是需要经营的意思。真爱是你们要经过火杯的考验之后，才有办法彼此是不是真爱？你呢？你有你的还是好？如果我没有说这些的话，你觉得你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有分，就是有分。一开始他就是真爱的趴数是80%，但真爱的趴数是20%的人。好，你要什么？我还是很相信那个一触即发的那种感觉，是我好一看到他，我就觉得我想跟这个人认识，就是我想要我信任他那种感觉。但是我也很常看走眼，可能你看到他觉得这个人可以信任，后来发现他就是一个垃圾，也很常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你算是前面会慢慢给分的那种人。是这意思吗？不是，我是一开始给满分的人。那你是减分的人，先给你减分的人，你超赞，我想要认识你，先给你100分，然后后来发现很多缺点，就开始扣。对，扣到最后他可能还是60分，那就会继续在一起。如果扣到最后剩10分或5分，甚至0分，那我就觉得他是个垃圾。我发现我跟你完全相反，我是0分开始去加上去。我觉得你超严格的，一开始给人家0分，好歹给个60分吧。也不是，就是你很 nice， 可是我也是很 nice
nice 的人，那我有什么好要给你？就是我又不是说你是很糟的人，所以给你0分，是我在确认你每个点的时候，我才会慢慢加分上去啊。我觉得我好像还是觉得。一开始的第一个，我还是相信人的直觉，我还是相信一些就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东西，例如说前世今生那种。所以也许过往我们有某个缘分是纠结的，所以我一看到你，我就会给你很多好感度。那我觉得是不一定是外表，有可能是这个人散发出来的气息或什么，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真爱趴数可能是80%，然后再进而相处之后才会知道他是不是我当下对的人啊。我认同在认识一个人之前，你一定会有一点感觉，或者是觉得这个人的有一些不管是 vibe 啊，或者是素质，或者是你的就是水准内的人，对。但是那些不列入我的考分数，不列入你的考分，真的吗？他列入占我蛮大的占比，因为真爱怎么讲？我觉得爱对我来说是一个蛮沉重的东西啊，但我觉得你会觉得爱是比较快乐吗？我不知道我觉得爱是要让我感到快乐。我觉得是这样没有错，但我觉得同甘很简单，但是共同去承担痛苦是件最难的事情。对，这个是真的，所以我就会把真爱这题列得比较严格。没有，但是我也没有这么容易就觉得别人是真爱，我到现在都没有觉得任何一个是真爱，可是我有觉得某一任男友是可能是正缘，对，可能是正缘，就那段时期的正缘。你比较像是在看那个股票，就这个人就可以观察一下他的那个未来走势，但前面会先追踪一下。对，但是我前面觉得可能会先重压，就是一个你可以先进场的不理性的投资人，对，我不理性的投资人，但我现在要变得理性了。OK， 对，反正总而言之，我觉得真爱是我以前是觉得没有这个东西，其实到现在我还是很疑惑，我还是觉得有这种东西嘛。可是我觉得应该在那段真心付出的时间，我觉得是会存在真爱的。我觉得是我认同，因为我还是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有一段有真心付出的一个经验，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其实是存在的。对。突然觉得其他都在干嘛，不知道在干嘛。我竟然只想到一个。对，蛮认同的。对，好。然后在电影里面呢，他有讲几个如何判别这个人是不是真爱，大家就是可以就是参考一下。第一个就是你要问自己4个问题，这4个问题都是勾勾才会是对的人啊，这是很严格。没有，他说的是真爱，他说的是真爱，真爱跟对的人就是差不多的意思啊。好，好，第一个，对方善良吗？这个。我觉得善良在我的比重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跟一个人聊天，或是跟他谈吐，你就知道他善不善良。我懂，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包含是我朋友，我也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对，就等于说我身边都要围绕着善良的人才行，这是我要的东西。这个是最最最基本的一个项目了。对，就是你知道，我最近在脆上看到好多，就是看到大家对台湾司法很失望的一些脆文，我就觉得很焦虑。就是他会觉得说，世界上就是有人被性侵或是怎么样，小灯泡那些事情，可是那些罪犯最后都被轻判。然后很多台湾人就是会在下面很据理力争，说要去联署什么，然后我也去参与联署，因为我真的太气了。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这世界上会有这么不善良的人存在？然后我就是觉得很烦躁。就会你会让心很乱，就是觉得说为什么会有人这样子会逍遥法外？我们会接受。对，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因为刚刚讲到善良。对，好。第二点，你能跟他分享所有心事吗？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但是我跟你讲，我昨天问了我朋友，然后先让他匿名，就是她跟她老公感情超好，就是他们几乎不太吵架，然后就相安无事。可是这一题，他说没办法。他的心事的项目是什？因为我的这一题的就是标准，就是你要分享所有的心事。她其实是没办法跟她老公分享心事的，因为她老公就是理科男啊，就是她没有办法给她任何的回馈，然后甚至她讲一讲，她老公就会沉默，然后她就问她老公说：“你有在听吗？”他说：“有啊。”那你怎么不讲话？我不知道回什么。我突然想到，我以前也有交往过，就是那种理科男，真的没有办法，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如果要摆项目的话，我更愿意去找我的女生的朋友去聊一些心事。对。
所以这一题我不太确定要不要这么严格的审视，但是我身边就是有一对，我觉得他们是真爱，但是他这一题是没有办法 check 的。但你觉得呢？就是你自己在评估，假如说好未来有个对的人，你就会把这个列入一个项目吗？我跟你讲，我交往过的所有男生都没办法承接我所有的心事。但是这个是我很向往的一件事情，我希望我的伴侣就是我的最好的朋友，就是我可以一直跟他分享所有事情。所以这算是一个就是国父人在努力，革命尚未成功的一件事。我懂。我自己也觉得，其实我过去我也没有认真想过有一个清单是这个人一定要承接我的情绪，这是好难哦。对，就是我都不确定我有没有办法每个朋友都有办法承接我的情绪。老实说，对，但我觉得当对方愿意接住你的时候，你们的关系会走得更深入。真的，就是你们愿意去了解彼此，而且会愿意认真听。而且最近不是那个 Instagram 上面有一个挑战，就是你就跟你的伴侣说，我今天好像看到一只鸟。对，你有玩吗？没有。你去玩了。对，有下次测试看看。但我觉得像这个点就很重要吧，就是他有没有办法去想要了解你在想说，你来讲一下那个挑战是什么？那个挑战是你就跟伴侣讲说，我昨天看到一只鸟，好可爱哦。然后你就看伴侣的反应是什么，就是很不知所云的一段话。如果他连你这个这么不知道在干嘛这一段话都承接说是哦，那他什么颜色，就开始继续问下去，就觉得这个人超级会跟你聊天，而且超级会承接你的任何事情。但我觉得理科男没有办法，我也觉得理科男没有办法，他可能会觉然后呢，就是他可能说好哦，然后真的对，然后他可能就说那晚上要吃什么？我觉得我可以拿这个去给我的理工女的朋友玩嘞，因为他就是超级理工科头脑，我去跟他玩玩看好了，好好笑。我觉得这一项真的很因人而异对，好，总而言之，这个心事大家就自己去评断，到底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好，下一个题目是，它可以让你成为最好的自己吗？这个好重要哦，这个我们上一次聊过了。就是如果另外一半是很常在讲说泼你冷水，对，或者是觉得你为什么今天要跑去录 podcast 我们不是要什么讲说打扫家里什么的，就是很不认同，没有办法支持你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会觉得没有办法去怎么讲支持你做你想做的事情，我觉得会很痛苦。或者是其实我觉得这一句话另外的意思是，你在他面前你觉得你的状态是最好的吗？你会成为你最好自己吗？我印象中我有几段感情或是几段暧昧是我觉得我好讨厌我自己就是那些状态我都觉得我不喜欢那样的自己。那这个人其实很明显就是这个人就不对，就是你就不应该跟他纠结下去，因为他让你变糟了。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跟坏的一面，但跟一个人相处，他如果一直引出你坏的一面，代表他只会让你变得更糟。确实，就是我觉得遇到对的人的时候，你就不会担忧很多事情。就是对的人的时候，你就觉得什么事情都是对的，而且他会 push 你。但是遇到错的人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怀疑人生，觉得我这样做是错的吗？还是怀疑自己之类的。对，所以老实说，有没有遇到对的人？我觉得你就去照镜子你觉得你最近状态好不好？或者是你去问你身边的朋友。就是有时候有可能会听不进去。因为我记得我谈某一段感情的时候，乔一直跟我讲说：“你真的有在快乐吗？你真的开心吗？”然后我就一直骗自己说我很快乐，我很开心。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我也是火杯的考验。因为你知道，别人看的会比自己清楚然后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天哪，就是你应该当下超想揍我，已经受不了的那种状态。我就是想办法，那叫什么课题分离，我觉得我自己的考验。我觉得超好笑，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好笑。好，第4题是，你觉得他可以成为孩子的父亲吗？我觉得这一题就是不管要不要生小孩啦，第一就是看对方有没有责任感。对，因为养小孩，老实说，真的责任真的超级无敌重大。对，然后还有很多像是但这一点你可能看他平常没有会照顾家里的，不管是家人或者是房子的物件什么东西坏了，会不会真的认真想去解决？就算是你们碰到一些很重大的议题的时候，他会不会想办法去解决，或者是旅行上面，他会不会情绪有问题？他在处理这件问题的时候，他会不会怎么大暴走？对，我觉得很多面向都可以去评估这个点。对，你会觉得可是其实我这4题虽然是这样，但其实我在网络上有看到一句是我觉得也很重要的一题是，如果别人说你跟你伴侣很相似，你会觉得开心吗？
对，就是如果你会觉得说哈，我跟他很像，那代表不行不要再跟他在一起了，分手，各位。这个对你来说会有用吗？我觉得很有用，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题。可是要是把这题套用在我过去某些很糟糕的关系，我都会觉得哇，如果有人说我跟他很像，我会觉得我怎么了？我会觉得不行啊，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人？但我觉得你可能会有另外一个状态，是因为你有圣母的心态，所以你就会觉得我现在不想要成为他，但是我会让他成为我未来想要成为的样子。我不能再当别人妈妈，烦死了！我又没有小孩，你是爸爸，你是妈妈，对啊，很烦。我觉得这题很有趣，这题非常有趣，就可以思考一下自己喜不喜欢成为那样的自己。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聊比较沉重的话，也不是沉重啊，就是撇除真爱这件事情。我们再聊，你觉得你现在走在一个对的道路上吗？我觉得这题也是非常值得一直问自己的。因为我自己套用在我可能前阵子的状态，我会觉得好多问题都是打叉叉的。好，对，好，来第一题。你就以你现在的现况好了，因为我觉得你现在现况状态应该是不错。就是你每天起床的感觉是什么？要上班。老实说，我会觉得很想赖床。对，但是你还有什么更多的情绪？对，但是我在深入的去想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我一起床之后，我就会有一个我要做的待办清单，然后讲说我要去学日文啊，然后下班要干嘛，就是我会有个清单要去做完，然后我会觉得我自己在每天都会有一个节奏。要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其实换而言之，就是我自己有在掌控我的生活。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你是不是走在对的道路上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指标。所以说，我觉得会问这个问题的人，基本上就是他已经 lost 了，就是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对不对，是有没有走在对的航道上面。所以没有，不是说问这个问题的 lost， 应该是说我现在列的清单是要让你们去问自己。哦，因为其实我好像没有很认真的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所以我现在让你们问自己。OK， 好，那我刚刚的那个就是对生命要有一点掌控感，你会觉得自己是可以控制的。你喜欢有掌控感的人生。对，我猜应该有一派人是不喜欢就是很有掌控感的人生，就喜欢就是每一天都有惊奇的那种。对，这个可能要自己调配。对，就看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感觉多一点，自己去感受。好，那再来第二个。你现在做的事情，例如说工作好了，你现在做的事情会让你越来越有能量，还是会耗尽你的能量？我觉得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就跟运动一样，你做的当下有时候是痛苦的，但是你做完之后会有成就感，所以你是有成就感。会啊，会有成就感，但你可能会边做边骂。那这样代表你这份工作很棒，因为你有成就感。就是对啦，就是当你在做完一个专案，或者是你正在执行这个专案，你看得到你有在前进的时候，其实是会有成就感的。老实说，那代表，因为有一题就是问你说，现在会为某些成果感到骄傲吗？这一题就是你就是 check 打勾勾，算是啦，但还没有到。我觉得这个点也不用到很大，就是老实说，也不是说真的做出什么很大的事情，但是当你感觉到自己在成长的时候，这个就会打一个 check。我觉得不错。好，那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还可以吗？还可以，我以为你喜欢呢。我喜欢吗？好啦，我觉得算喜欢吧。干嘛那么勉强？你不要会有说服啊。因为我觉得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嘛？有一种喜欢就是我现在对现在超级无敌满意，但是我觉得也不是说到超级无敌满意，就是我觉得我有一个目标，我在前进，但我还没有抵达，但我在一个前进的路上。所以你说喜欢，算是喜欢吧，但是还不是100分的自己，我觉得可以有进步空间，对，但仍然是满意这样子。对，你不会勾非常满意，你会勾满意。对，大概是这样。好，那你觉得你自己现在正在进步吗？我觉得是哪方面的进步？我觉得各个方面吧，就是不管是不管是工作上面，也会有一个远期的目标，然后或者是 podcast 上面，其实我也有加入像是我要12周去 review 自己的一个成果，所以就怎么讲？我觉得自己在思考自己做的事情上面，你会有一个期许，你会有一个规划，然后这些都是你期望你自己可以达到的。对，所以你其实是
有觉得在自己在进步的道路上。我觉得是。好，然后等一下我补充一下，就虽然说不是说我做的任何事情都一定会成功，但是当你愿意去尝试，假如说我今天测试这个东西，然后你做完了，可能这个东西是不适合自己的，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在进步的状态，因为你有想法，因为你是有策略的在做这件事情，这就是一个在前进的状态。对，还没有成功之前的错误，我觉得都算是在成长。我觉得，对，其实就算你试过所有的错误，最后发现啊这条路不可行，那就换吧。你这条路没有成功也没关系，它也不是不成功，至少你试过了。对，就是要一直试啊。对啊。好，再来就是你周围的人现在支持你现在的选择吗？无论是工作或感情。我觉得算是对，我很支持你的感情。你这种感情干嘛？没有，因为我就觉得你跟我讲很多就是 Yota 上不需要在这边shout他。你跟我讲很多他的事情，我都觉得哦，天哪，他这个人真的对你很好，你们好像真的蛮合的。我觉得这个人好像可以。你好像从来没有对我讲过这种话因为我没有听。可能以前我没有经历过你其他，我经历过你其他很短暂的感情，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到你一直讲说你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你很幸运自己可以遇到这么好的人，我就觉得天哪，能够从你嘴里讲出来，你这么严格的人，从你嘴里讲出来，那这个人真的不得了。我比较好奇，我真的那么严格？我应该也还好吧。我觉得你很严格，就是我说的严格，不是说这个应该要怎样。不对，就是这个，就是你都会觉得这样子不行，这样子比较对吧？然后我发现 Yota 就是什么都 check 到你觉得对的那一区，我就觉得怎么会有人这么厉害？因为在我的眼里，你对于人际关系是没有，就是你就是会从比较低分开始打，而且你是从0分开始，人家从60分，所以你就是比较严格啊。对啊，那既然这样的话，这个人通过了火杯的考验，那代表他一定很适合你。等一下，我想说的是，不是说他一定要附合我，是当我们的想法都很一致的时候，其实我会默默发现，这些你都可以配合，然后你都愿意很支持我的时候，就会觉得加分。check。对，也不是说我很爱给一个框架，然后就是要填鸭式说，你这个行为扣10分，不是这样。是很多时候我在跟他分享说，我 podcast 的时候，然后他就是愿意给我很多情绪价值，然后因为很支持我，就说，他还会给我就是建设性的一些回馈，讲说，他觉得上次那个拍摄的角度比较好看什么的，就是你知道他是有认真在看，而且就算听不懂中文，他也会认真把它看完。这个真的很优秀这个是我超级我没有预期到有人要这样做，我真是太疯狂了，我没有要逼人家这样做。对，他真的很疯狂，就是当时我那时候还有男朋友的时候，我当时就对比，我想说，我没有一个看懂中文人一集都死不听我觉得对啊，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有没有人支持很重要。他就是完全不支持，而且他根本不 care 这件事情。对，然后我就想，当时其实很多面向我都觉得这人不 OK， 但后来我觉得是Yota的出现让我更清楚，所以他让其他男性要皮绷紧，对，他让我更清楚到底要找怎么样的人才对。其实我也没有觉得他一定要怎么样，而是我发现他支持我的时候，我会更有动力去前进。对，但是就像你说的，他没有一定要支持你，可是其实你默默就是希望他支持你啊，这就是你的愿望啊。我可能没有那么清楚的觉得，这个项目你一定要就是给我回馈什么，而是发现，我愿意分享给他第一次的时候，他都愿意给我回馈，那我就渐渐的再给他回馈，就是传更多另外一支影片什么的。对啊，就像不支持你，你也可以跟他在一起，就像你以前的男朋友泼你冷水，你也可以跟他在一起。对，但是就会觉得，那我们好像隔锅隔着就好了。那我要你干嘛？真的耶！天哪！Yota 想真的应该把他的一些列出来，然后让其他男生相形见绌。这样没有啦，我觉得真的还是要找到适合，就是有些点很不错，可以拿来给你参考。可能你没有讲到一些缺点，或者是你们也没有相处那么密集，所以也有可能你现在还没有办法详列什么缺点出来。也可能啦。好，我不想要把话都说得很满，所以我不想要把他说他就是100分的人。没有。但是他还是很高分的人，这样可以吗？对。好，那最后一题，你愿意继续过目前这样的生活5年吗？目前的生活没有啊，可是我就是有目标要前进啊。我就是没有过现在生活，我才觉得现在没有到很好但是我希望我可以做到我未来想象的理想生活，应该是这么说。你有那个蓝图吗？就是你有那个画面存在吗？有。我觉得自己很希望的点是可以很自由。
我要一个画面。你有那个画面吗？我的自由的点是我今天想去哪里工作，假如说我今天要在日本工作一段时间，我就待在那边做我的工作，然后我希望我有我的事业，因为就虽然说我现在工作也很开心啦，但是就会觉得那好像还是别人的东西。对，就是像我们的 podcast 这是真的为自己努力的感觉，真的不一样。就是像我们现在要经营社群，然后我们可能以前工作也有做过帮公司做的社群，对，感觉完全不同。真的，对不对？就是你会真的使命，就使尽全力在那边思考说，怎么办？我现在下一步要怎么走？我觉得感觉完全不同。但我其实也蛮喜欢这种感觉的。其实跟人生很像，就是创业跟人生很像。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对的航道上面，但有一个微微的光芒，会觉得，我想做这件事情，好，那就去做。然后你会有个微微的光芒，觉得，我现在选的赛道，我就是要讨论这个议题，或者是我现在想要用这个方式，那就去做。然后就是一直去尝试，就是个人生的翻版。你现在是有满腔的热忱在做所有的事情吗？状态？我也不想说那么满。你好烦，你好保守，但是就是怎么讲，你还是会有很烦躁的时候，就是满腔。我觉得我们可能其他来宾会比较有满腔的感觉，但我觉得我只是在很多方面我都想要试试看。老实说。我并不是完全投注一件事情。对，但是你还是很有动力去尝试很多事情。我觉得是对，如果是这样讲，我觉得是对，就是你现在是有一个有电池，你现在身上有一个电池，但你没电池。我觉得我现在有点没电池，有点漏电。我漏电很久了，没有，我觉得你现在比较好，但是我觉得我的那个电池，就是我会起起伏伏，我没有办法维持一致。没有啦，我觉得我也会有，一定会有。我还是会跟你抱怨很多一些什么工作什么的，对，好烦哦，这种我也会抱怨。乔友也是跟我讲说，他就是讯息我说我真的是社畜。那我想说，好好笑，好真实的一个。对，我的意思是说，你有时候会有一些情绪的波动，会觉得很烦躁，这些都很正常。但是那只是就像股票一样，你短期会觉得很烦躁，会觉得咋，但是你其实还是往你要的方向去成长是没有错。对，我希望股票都往右上角走，右上角。你把那个拉个10年、20年，应该都会是往上的吧？对吧？对吧？我的意思是这样。好，希望可以真的好好要拉长。好。等一下，那你要回答你的问那个吗？答案吗？我不太确定，我要用现在的状态回答，还是用之前的状态回答？有没有可能现在比较好？我用现在状态回答，但是很多我觉得我都不能 check。你每天起床的感觉是什么？我只能说比之前好。那你要讲你之前的，因为我上一份工作就是还是有一点，我每天早上都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很痛苦。我感觉到你的痛苦，我觉得很痛苦。而且其实我上一份工作好舒适哦，就是我很舒适，很像公务员。但是我每天都不知道我为了什么而打拼，我也不知道我努力这个要干嘛。我觉得某程度是因为公司没有给我想要的，所以我就开始。其实我刚开始进去那间公司的时候，我其实是有冲劲的。我就想说，我想要做这些，他们之前都没有做过这些行销，因为我期待我得到的回馈是什么。结果后来发现他没有给我那个回馈，我就开始觉得我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努力。我才发现我根本就只是为了回馈而努力，我没有为了我的职业目标而努力。我觉得某部分我们两个有一部分性格蛮像，就是我们很喜欢去不管是生活或者是工作上面的成就感。对，所以当你没有这些东西给你 input 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再前进，就是你失去了 input，所以你没有办法有动力继续前进下一个目标。对，所以我就是会有点像行尸走肉。我是一坨很快就是很舒适的肉，但是它还是在行尸走肉。对，好，然后你问我，你用这个问我，我突然觉得自问自答没感觉。好，你刚刚是说每天起床的感觉嘛？好，那下一个是这件事情有让你越做越有能量，还是耗尽能量？你的感受？我觉得我之前完全没有能量，我每天都不知道我在干嘛。你这段期间你有评估你这样多久吗？1年，因为我在那间公司待1年半，然后半年之前还没有看到回馈的成果的时候，我都很有憧憬。但是呢，回馈出来，我就发现我根本得不到那个回馈，所以我其实安静离职1年的。中间我还是有，你知道，还是会 push 自己做一些事情，就是还是会想说，其实我在离开前，我还是有开启一个专案，因为我就觉得我不能是再这样废下去，我觉得我真的是。我不能认同我自己这样，我就开了一个专案，但是这个专案最后没办法做完了，就是因为我要离开了嘛。但是当时我是完全没有能量的，
我完全感觉得到，而且你会经历某部分的不同的情绪，这样有时候是焦虑，有时候是烦躁，有时候是爆炸。哎、你有经历到这么多？我一直在跟你讲工作的事情是吗？感觉得到，真的哦完全感觉得到，真的假的完全感觉得到。真的就算假的你不说，我也知道。真的假的？就是像你现在的状态，已经算是好非常非常多了。我现在状态是在想睡觉，我昨天没睡好。对，你现在状态已经好非常非常多了。对，哦，好。OK，但是我现在在接一个案子，其实，在做这个案子的时候，我是有能量的，就是会觉得哦，有一种很想做点什么。但虽然之后有点多巴胺啦，现在有多巴胺。对，现在有一点多巴胺，但是还是有点，因为一些成果还是会有点焦虑啊。对，还是会。好，下一题。那你会觉得在某些时候会有成果的骄傲感吗？就是你有成就感吗？完全没有，谢谢。下一题。近期都没有，近期没有，我其实小的也没有，我其实没有，我真的找不出来哦。所以其实我还是觉得很飘，你知道吗？懂，就是没有什么感觉，我就不知道，对，没有感觉。哎，那你就是你升到30加这几年，这是你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吗？没有很长欸。你说可能小时候也会有，我觉得我从29岁开始，我就这种感觉会很常反复出现。然后到现在就是频率比我以前就很乐天啊，我就是觉得人生当然是要快乐，要有成就，要有成就感，然后我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因为现在有太多现实面一直在逼迫的感觉。我最近也是刚好看到那个，你知道纳瓦尔宝典的那个作者，我知道，他其实有提到说，尽可能不要让自己陷入就是你应该要怎么样。你是不是有一点陷入了这样子的状态？就是我知道你会考量很多现实面，就是你要想做很多事情，你都会先考量到现实面。对，我现在考量很多现实面，对，所以你就会变得很多东西你并不一定是真的想去做，而是因为你觉得你应该要去做。对。但是你能说这样不对吗？因为其实我身边有很多从20几岁开始就有设定自己应该要做什么，他们现在现实面过得超好，然后非现实面也没有不好。我觉得有可能一个点是应该跟他愿意他喜欢去做好像会有一点不一样。没有他没有喜欢去做，但是他应该去做，就是说他应该去找有钱的职业，应该要去有钱的公司。他并没有喜欢他做的这些事情，他不在意，因为他觉得赚钱就是赚钱。但是他这样子，他从以前开始就一直有应该，可是他现在过得很好啊。就是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他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他本身的特质就是他没有对于成就感没有那么在意，他反而把很多重心放在工作下。对，所以我的意思是，他也是用应该过活，所以我并不觉得用应该过活是不行这样子的。就是因为现在好像变成说用应该过活限制了我很多，可是我并不觉得用应该过活是不行的一件事情。如果只给你钱的话，你愿意这样去做吗？只给我钱，但是没有成就感。我会找到成就感。但你上一份工作不就没有吗？就是因为他没有给我钱啊。因为前半年我以为有钱啊，我就是努力找到成就感，我也有自己的成就感。所以如果在那样状态下，他愿意给你钱，你还是愿意做，是这样吗？对。对，我突然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宇宙告诉你这条路就是不是你，所以他故意不给你钱，他就是叫你不要再这样子，所以有可能，因为你如果得到甜头，你就会继续这样往下走。对，我真的会啊，我会，因为我当时就是这个意念进去的。对，我知道。对啊，宇宙叫我不要赚钱吗？或者是他觉得你更值得，讲说你自己创业或者什么更适合你的路。叫我更适合做我喜欢的工作之类的，对之类的，我也不确定。我现在新的转换，我觉得会是一个新的开始啊，但是就是且走且看。对对对 ，okay. 对，好，下一题。那你有觉得你现在正在进步吗？我觉得我在努力进步。其实我就算在那一段安静离职期间，我还是在努力进步。我的努力进步是我增强我的英文能力，然后我找书来看这种的进步。所以我觉得没有进步的感觉，我会更慌张，比没有钱还慌张。我懂，对，因为我很怕我变成一坨会呼吸的肉。懂，对，我没有办法让自己随着时间增长只长年纪不长脑袋。然后因为我也很喜欢别人不只长年纪也长脑袋，我也很欣赏，我想要成为我欣赏的人。懂。好，那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还好。等一下给我一个量化，1到10分。
我觉得6分，6点几分。那还不错啊。没有，因为我对我自己的人格非常喜欢。那还不错啊。但是我对于我做的事情可能不见得这么的有成就感或喜欢，所以我非常相信我自己的本质。那很好所以其实我跟你讲哦，很有趣的是，我一直觉得我自信心已经不比以前强了。可是我去面试的时候，你知道面试的老板还是跟我讲说，他在讲什么什么，他说没关系啊，你应该很有自信。然后我当时其实有点疑惑，想说，我觉得我现在状态没有到很有自信，为什么你还是觉得我有自信？可是仔细去思考，我会觉得我本来就是对我的本质是非常的赞同跟欣赏的，所以无论我可能再怎么惨，别人可能还是觉得我有点自信吗？我觉得是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就是我们在一间公司认识彼此的，对。然后他明明因为我先入职了，然后他后来才入职，所以照理来说，他就是一个很害怕的女生，新妹。然后他就是很从容，就想说这人是怎样，因为来5年的嘛，他就是充满了从容的感觉，就是就这样，就是你知道没有在害怕或者什么的。这件事真的是别人跟我讲我才知道因为同你那一梯还有另外一个妹妹也有进来，然后他就是有一种，他就求救于你，他就说那个什么东西怎么弄，然后你才说你也刚进来，我好像说我才这样1个礼拜，对，然后他就吓烂，他以为我是老鸟，对你有那种。还是秸秆啊？我不太知道就是我有，但你有，我大概懂那些面试你的人在说什么。对，有可能吧，就是我自己都觉得我在紧张啊，但是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很好啊，就是你认同你这个人，但你只是对于现状你还在就是探索或什么的，对，那这样蛮好的啊。那这样讲，我其实从一直以来我都很认同我自己啊。对啊，所以我就算经历了 PUA 的感情，就是一直贬低我的感情，然后你很茁壮你持续的在就是长肌肉啊。还有一点，因为我家也一直批评我，所以我觉得从小训练起来的。就是因为我爸比较是他们那个年代的教育是用打骂教育，就是他觉得他觉得越打压你就会越茁壮那种。对，所以可能是这样。我从小训练，就是我觉得是对。可是我觉得跟个性有关，因为我弟也是从小这样被打压上来。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那样。他的自信心可能我觉得他是后面才培养起来，他以前也是很没自信的一个人。对，所以我觉得。好啊，可能谢谢老天给我生这种个性，真的就真的是，但是这种个性就会对应的你人生的课题就会是其他的，就像我觉得我自己不是天生就是非常非常有个性的人，所以也是可能像你弟那样，我是后面摸索出来，然后慢慢去减那个自信心，跟那个打游戏一样，加时。对，好啦，那也是不同课题。好，你知道有一句话，就是很多在低潮人很不想听，可是很多人就很喜欢讲，就是说你现在的低潮是因为老天爷评估过后给你，他觉得你可以承受才给你。是没错，可是你正在低潮，你就会想说，为什么？凭什么？对，我不想听。在气的时候不能讲这句话。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凭什么我要承受这些？就是会这样想。但是你自己回头看，要回头就觉得，的确，就是我走过来了，所所以我的确可以承受。对，你可以帮自己拍，就觉得你好棒，你走过来了。好，那你周围的人支持你现在的选择吗？这个我也蛮好奇，我好像没有更新到这个。我觉得家人都会不支持我，我在成长环境中，我的家人给我的支持非常的少。对，但是我爸总会讲一句话，他就会说算了，你自己的人生你应该自己知道怎么做。当他讲这句话，我就觉得好，我可以窃取到一点支持，就是这样是支持。你看我的个性就是这样，你不问讲什么，我都会找出一个好的一面。我就觉得他相信我这样。这样是相信你不要再毁了我的那个是我很棒你真的很适合在高压环境下工作。我觉得他觉得我不会太笨，不会让自己到很惨的田地，但是他还是会一直耳提面命，他会一直丢出一些中年失业的那种文章给我，然后我就觉得很烦，我就要自己在强健我的心智，想说没事，我现在要再努力，就是为了避免这件事情发生。你的心理素质很高好累哦。太厉害了。好，那你愿意继续过这样的生活5年吗？不要，不好意思，不要。所以我正在转换改变的路上。对啊，那我这题跟你一样。对，我不要。可是我的不要可能比你的强烈。对。但我觉得这个你现在的点是你要转弯，所以你有一个很大的推力。我觉得对，就是你会找到更适合你的那个方向。对，没错。好。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那我们刚刚列出了这几个清单，我们到时候也会放在就是我们的社群，或者是你说真爱的清单，还有那个有没有在对的航道上？对，我们在对的航道上的清单，我们会放在 Podcast 下面的一些叙述，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去检视自己的人生有没有在你喜欢的路途上。好，那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喽，拜拜，下次见，拜拜。